这是核泄漏发生后的1小时，100公里外的辐射已高达133微西弗。放眼望去，铺天盖地的辐射尘埃正滚滚袭来，高速路早已水泄不通，逃命的人像丧尸一样涌入机场和车站。而在发生爆炸的核电站，正在救援的消防员会突然晕厥，他们口吐鲜血，身上迅速长出红斑。超高剂量的辐射下，每一个参与救援的人都有去无回。这里原本是韩国最贫困的山村，自从40年前一座核电站在这里建成后，整个村子繁荣了起来。载赫就是一名标准的核二代，他和大哥还有父亲都是电站的工人。这天他像往常一样进入电厂工作，突然地面一阵剧烈抖动，厂房也跟着晃了几下。幸好这只是一次小地震，谁知核电站却拉响了事故警报，反应堆的一个阀门开裂，含有辐射的冷却水正在泄漏。站长大惊失色，立即向总统申请发布白色警报，让周边的居民避难。总理却认为这会引起骚乱，对经济非常不利。就在总统犹豫不决时，一个技术员大叫一声不好，由于冷却水流失，反应堆的温度开始急剧飙升，必须马上修复。但此时却没有一个工人愿意前去维修，因为这些冷却水都与核燃料直接接触，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质。几名干部只好亲自进去抢修。但1号反应堆已经运行了40年，各个零件都已老化。一股猛烈的震颤后，整根水管爆裂了，充斥着辐射的高温污水瞬间喷了他们一身。看到这一幕，载赫猛然想起父亲当年就是这样被烫伤去世的，而背着他跑出来的大哥也受到辐射，几年后不治身亡。意识到危险的他立即呼唤大家撤离，谁知大门却被锁上了。组长命令他们回到岗位完成修复，可命都快没了，谁还会听他的？就在大家乱作一团时，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。反应堆的气压正在迅速升高，一旦超过临界值就会爆炸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排气，可是气体里同样含有放射性物质。站长不敢做主，再次请示总统，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开始疏散居民，但为时已晚。核电站附近有1.7万居民，马路很快变得水泄不通，而每一秒气压都在升高，烧得通红的反应堆已经蠢蠢欲动，一旦爆炸，全国都会受到波及。迟迟等不到指令的老站长决定先斩后奏，然而极高的压强下，自动排气系统全部失灵，只能深入电站内部进行手动排气。就在他们扭动阀门的瞬间，1号反应堆的气压超出了极限。震彻云霄的爆炸后，大量辐射开始外泄。谁知总理考虑的依然是经济，竟然向民众谎称刚刚的爆炸是演习，命令所有居民待在家里不要外出，同时设置了封锁线，试图掩盖消息。核电站所在村子的居民被安置进了一个体育场。此时他们还不知道核电站已经炸成了一片废墟，恐怖的辐射正在向他们逼近。与此同时，大批消防员赶到电站救援，但他们停在距离门口100米的地方，不敢再向前一步，因为这里的辐射已高达300微西弗，即便全副武装也会被当场穿透。更糟糕的是，反应堆还在继续燃烧，辐射只增不减。站长让消防员立即往反应堆里注水冷却，但没有一个人敢进入。这时躲过一劫的载赫踉跄着跑出来，刚好碰到来寻找自己的女友小美。他让小美带着自己的家人有多远跑多远，自己则和老站长再次冲了进去。因为废墟之下还埋着很多工友，看到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民众都义无反顾。消防队长不忍继续袖手旁观，下令进入核电站洒水。一场自杀式救援拉开序幕。小美把爆炸的消息带回体育场，大家争先恐后的往外跑，大门却被警察锁死了。总理为了封锁消息，甚至切断了通讯。很快天黑了，载赫两腿一软，口吐鲜血，工人们陆续出现了病变，而正在救人的消防员们救着救着自己也晕了过去。整个核电站宛如人间炼狱。站长发现消防车正在往外开，队长说没有水了，可旁边就是大海，为什么不就地取水？队长却说接到了不能使用海水的命令，因为一旦注入海水，昂贵的反应堆就彻底报废了。此时此刻，这些人还在考虑钱。又一天过去了，洒水直升机姗姗来迟，可他们不敢降低高度，无法瞄准，好不容易调来的水全都洒在了外面，反应堆还在凶狠地燃烧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小美发现门口看守的人突然全都跑了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原来之前的爆炸让旁边的废料池产生了泄漏，里面用水封存着400吨核废料，一旦水位过低，废料接触到空气就会发生更大的爆炸，到那时全国都完了。被困在体育场的人们冲破大门跑了出来，但没走出多远就被堵在了高速路上。恐惧的人们只能搀扶起老人，背起孩子下车徒步，就连医院里的医生护士也丢下病人逃命去了。一时间，全国的人都涌向了机场和码头，想要逃离这个国家。后悔不已的总统终于同意使用海水，站长立即通知消防队，在大量海水的冷却下，
辐射指数终于有所下降。站长趁机进入内部检查，发现废料池底部开了一条口子，只要修复就能解除危机。但问题是，泄漏的污水已经积了半米深，站在高浓度的污水中工作10分钟就会死亡，谁会愿意进去呢？这一刻，总统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在电视上公开道歉，同时诚恳地向全国征集敢死队员，为了国家和人民进入核电站内部进行修复。刚刚从昏迷中醒来的载荷气的一把打翻电视，他们的错误凭什么让人民来买单？难道大家的牺牲还不够多吗？但随即他话锋一转，虽然受到辐射的他们已经活不了多久了，但他们的父母和孩子还好好的。此刻他们正流落街头，四处逃亡。如果放任废料池泄漏爆炸，最终也难逃一劫。现在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核电站内部了，他们是最好的人选。这不是为了国家，而是为了自己最在乎的亲人。听到这里，工人们纷纷站了出来。一支25人的敢死小队缓缓驶进村子。昔日温馨的家园已经满目疮痍。站长给每人发了一瓶止痛药，因为超强辐射会即刻穿透他们的身体。沿路的消防员不约而同站成2排，目送着英雄们进入核电站。刚刚抵达泄漏位置，一名工人就晕了过去。站长立即将大家分成4组，第一组跳进污水中，牺牲自己为后面的战友搭建浮桥。接下来每组队员只修复5分钟就换下一组，即便这样，还是有人不断晕倒。这场用生命接力的救援，震撼了每一个匆匆逃亡的脚步。就在他们奋力抢修时，刚刚堵住的缺口突然崩开，一个更大的口子赫然出现，最后的希望破灭了。25人的牺牲也成为了徒劳。关键时刻，载荷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只要堵住这里的入口，再把废料池的底部炸开，让所有废料和水一起落下来，这里就相当于一个新的废料池了。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专家的认可，但此时废料池的水正在快速泄漏，时间紧迫，布置炸药和封锁入口必须同时进行。可这就意味着布置炸药的人得留在里面，而载荷是所有服过兵役里唯一担任过爆破手的人。原来在他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。大门缓缓关闭，载荷吞下了最后的止痛药，开始布置炸药，而门外的好兄弟们哭着将门缝一一焊死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，载荷真想和妈妈说声再见。他让站长拜托总统将自己监控的画面转播到全国电视台，可预期中的豪言壮语没有上演，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。他很害怕死，他也很委屈，自己一生没做过错事，为什么要遭受这一切？他只是想拥有一个简单平凡的人生而已，又不是什么贪心的愿望。他真的不想就这么死去。最后他让大家记住自己的名字江载荷，或许这样自己才不觉得死的冤枉。等完成封锁的战友们撤出核电站后，载荷用最后一丝力气按下了开关，一声巨响后，核废料顺利进入新存储池。这场史无前例的核灾难转危为安，总统将事故地点50公里内封锁为无人区。殊不知放射性物质铀的半衰期长达7亿年，而人类历史不过区600年。这些被污染的地方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永恒。就在你看这条视频时，全球正运行着438座核电站，其中最大的就是位于日本的福岛核电站。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核本身，而是那些掌握着核却坏掉了的人性。